今天是8月30号，我在这里祝马来西亚国庆快乐。OK，这一支视频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城市翻新法案的。OK，我就纯粹只是单凭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来做出关于这一个话题的评论啊，或者是给出我的观点。OK，完完全全是基于我是 property agent 我这一个视野。OK，的感受啦。首先呢，我第一次当我一开始听到政府说，打算要做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赞同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例子，OK，是需要有这一方面的法案来进行一些改进或者是 improvement 啊，一些升级。OK，so截至今天为止呢，其实这一个翻新法案的新闻也是有很多进展。OK，我就以今天为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啦。OK，城市翻新法案最主要就是针对那一些 strata defined property。因为 strata defined property 他们是共享一片土地的嘛，所以他们如果要翻新的话，是必须要得到，以现在的 law 来讲呢，是必须要得到这一个 strata property 所有的 owner 的赞同100%投票率，才能够进行被发展商 take over， 然后推倒，然后重建的。OK，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要得到100%的投票率，不是说不可以，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最常见的问题，当然就是很慢啊。第一，因为你要拿到100%的 consent 的话呢，你要找完100%的物主出来，这样那些很旧的那些 flat 楼 apartment 呢？那些物主他可能说不定已经是不在这一个人间了，又或者是他根本不想理这一个 property， 因为这些 property 可能是没有什么升值了，就是放在那一边，有人用就用，没有人用就空着在那一边，所以他们就不想去看这个 property， 所以就没有理，变成他们在做这一个acquire 这一个 property 的过程中，会有遇到很多挑战，就导致了很多很旧的 property 就不能够被翻新咯。为了要解决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一开始的版本是讲，如果是30年以上的建筑物的话啦，你的那一个 consent 就是那个同意率是75%，因为75%其实就是 majority 了嘛，就是 more than majority 了的，因为75%已经是远远超过2/3了的。然后，如果你的建筑物的年龄是30年以下的话，你就要80%哦。如果你的建筑物是 abandoned 的危楼的这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位于乌鲁克朗的 Highland Tower abandoned 了嘛，它是危楼来的嘛，又不能够住又不能够推倒OK， 因为拿不到100%的 consent。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啦，所以如果有了这个 URA 的话啦，这些危楼只要有51%的物主同意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 carry on 了呀。你看，所以这一个东西从表面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加上它其实可以带来好处，尤其是给当地的市场，给 owner 也是有也是有 benefit 的。他是讲 one on one 的赔偿就是说。一间屋子换一间屋子所以你可以 imagine 一下，你的屋子如果那一间 flat 楼可能是100,000，这样它可能跟你升级了过后，那一间屋子在那一区可能值300,000到500,000不等，不知道的嘛这些东西，因为也是要看哪一个发展商去 take over 这个 building， 哪一个发展商去开发那个项目，然后做怎么样的一个 concept 的项目。所以你的那一个房子的价钱就大幅度的提升了不要忘记了那一些很旧的屋子讲真的啦 ，OK， 不要讲30年啦，你给他一个10年，如果保养到不到位的话啦，基本上你的升值空间就是大家有眼睛看到了的。OK，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要推动这一个翻新法案其实这个翻新法案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有了，其实很多国家都有了，尤其是香港、新加坡。这样当然啦，你会跟我讲，新加坡、香港他们的土地已经是
不够用了的，所以就必须更加要执行这一个用这一个法案，因为我们的城市也是需要不断的去 upgrade 了，这样子的话才会有更加大的经济进来，更加多的人口进来住。OK 呀，这个是我的看法啦。这样讲到这里啦，可能很多东西都是在屏幕上面讲罢了，所以呢，我真的是特地的 after 我今天早上做完了一个 appointment 过后，我就去到安邦的某一座 flat 楼 ，OK 去做考察。而且那一个 flat 楼很特别，是因为不是特别，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和经历呢，就是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也是有被一位屋主委托我去卖他那一间 flat 楼。所以我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是被 stun 到了的，因为里面的状况啊是很糟糕、很恶劣的。OK， 这样当然过了那么多年，它已经有变化，所以我们就直接看我这一支视频，直接实地考察那一个 flat 楼是长什么样子，而为什么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会帮到这一些。So flat 楼还是一样会有停车位，你有户外停车位，你有室内停车位。户外停车位其实很挑战的，因为你看 double park， 然后不用紧，尾端那边啊，刚刚我去到那边完全是你进得去不懂要怎样出回来，你一定要不过 stand 回来的，你要 reverse 回来的。这个 flat 楼不能够说完全没有照顾啦，它是有照顾，只是可能你都知道的啦，这些 flat 楼他们的 maintenance fee， 他们的管理费肯定不高的咯，一个月才几十块，这样哪里来那么多钱？一直去翻新啊，一直去 maintain 啊。你讲粉刷整座楼就好了咯。你看，我觉得我今天收到的这一个例子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相信还有更加糟糕的。这一个也不是 walk up apartment， 不是 walk up flat， 因为它这一个是超过5层楼的，所以它是有电梯的。我们去它的 lift lobby 那边看看。哇，其实算有 improve 嘞，有 CCTV 的嘞。我不要做 lift。其实哦，就是在这边你就可以嗅到有那些尿骚味了的。那环境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去别的地方看。我每次一看到这类型的 flat 楼哦，不管在哪里都好啦，我只是在我的脑里面只闪过一个问题罢了，那就是这些 flat 楼到底还能够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大家看到这样子的 condition 都知道哦，其实这类型的房产啊是没有升值空间的。你说租金是吗？地点再怎么旺都好 ，by the way， 这边是安邦啊，距离 KLCC 没有超过10公里的，所以算是很靠近市中心的边界城市了。它的租金，你认为会去到多少钱？它的售价还会去到多少钱？还会有升值空间没有？这样没有升值空间的话，就是可以卖，是有人要卖，也是有交易，但是就是这样而已咯。但是如果有了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的话，你imagine一下，这边每一户人家都能够拿到全新的一间单位，他可能现在是100千的房价，可能他拿到一个全新的单位是300千、400千 ，whatever。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在一个这么靠近市中心的地段哦，如果还有这样子的环境，有这样子的 building 哦，会不会是很影响市容的嘞？我觉得是啊。所以变成在这边附近哦，你再怎么有新的发展起来都好啦，或者是有新的项目都好哦，有些人还是会嫌弃说，诶，怎么我这一个新的项目附近有这样子的 building 的，很影响我的外观，所以导致其实在附近的 property 或者在附近的产业，它的升值空间也是有限，因为有人会嫌弃的。OK，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来的。从 property agent 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哦，其实是势在必行。这样当然没有一样法案，没有一个法律是一推出来就是完美的，所以才需要在国会里面去辩论，和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么有漏水的，就是这样子漏水的了，从楼上漏下来的，直接漏下来。就是这样子的 condition 啦。其实我今天回到来这一个 flat， 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惊讶。
他们其实有在 try to take care of 这一个 building。OK， 所以整体来讲，它不会说越来越糟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它的 maximum 了，这个真的是它的 maximum， 它的顶线了，它已经做不到任何更多的东西了。还能够再翻新吗？还能够再维修，还是再 improve 吗？我觉得怎么样都是有一个极限的。虽然我们 Malaysia 的 building 可以讲是可以大汉很久了，但是不要讲70-80年，不要讲50年，30年就够了。你一过了一个10年、20年，那些 building 很多设备、很多系统都已经是过时到完了的。这样你要怎样去升级呢？还是一笔费用。我觉得推倒它，再重新做过一个更加新的，或者是更加符合现代的人需要用到的东西，会更加好呀。这个是我想讲的东西啦。OK，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对跟错。我觉得各有各的concern是没有错，就好像之前我在我另外一个channel里面，在那个 podcast 里面有讨论到的情感上面的东西、人权上面的东西、公民上的那些议题，我是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议题能够拿出来一起讨论，能够拿出来一起concern。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它最主要的 intention 是什么？我的眼里，它最主要的 intention 是城市发展。你要有发展，你人才会进步，国家才会进步，经济才会成长，而不是停留在这边而已。这一边人民的生活，这边的经济才是最大的 priority。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东西啦。哇，这个奇景哦，你看这一个停车停到，哎呦，让我想起林俊杰的一首歌。呀。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一个 URA 的话题，我觉得是最有感觉的 ，OK， 而不是意味着在屏幕前那边讲，直接来感受一下，就明白了。我们先试试看啊 ，maintenance 坏了。我们一直要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一边，这样子的 building 到底是不是还是不是宜居的建筑物，还是不是一个宜居的 flat 楼 apartment？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我去找一部电梯试试看，乘搭它的电梯。啊，这一个是还有的，你看还有 CCTV 的，所以它是有在 maintain 着，它是有在 try to 进步，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极限的。它毕竟是一个旧款的建筑物，旧款的设计。所有的系统都是旧款的，你再怎么去 upgrade 它都有一个极限在那一边。Rumah untuk disewa 750块。我要等了电梯来了，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这个时间那边写着5分钟。明显这一个 lift 是有升级过了啦，至少这一次来没有味道啊。就大概给您看一下它的空间就是这样啦。哇，这一层有 surprise 到我哦，应该是他们自己布置的。还记得我在另外一个channel也是有介绍过一个 PPR 在那个书包那一边的，他们也是有自己布置。所以这些应该就是他们自己 take initiative 自己去改造、自己去装饰它的。所以其实人很简单罢了的，就算是普通人买屋子都好了，很简单罢了的。他们只是要一个宜居的地方，住到舒服的地方，这样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哦，一屋换一屋啦 ，one on one 的赔偿啊，我觉得是一个很 make sense、很 reasonable 的东西啊。而且对于 owner 来讲的话，肯定是 benefit 的呀，因为从这样子的 property 换成这样 owner 有没有赚？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啦。OK， 收视频的最后啦，就我更加想要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是寻求着进步的空间 ，OK， 而不是原地踏步的 ，OK。当你在原地踏步，别人在进步的时候呢，你就是在退步了。所以一样的，我看到的这一个城市翻新法案，我自己的观感呢，就是它其实是用来帮我们为我们的城市做改善，去提升我们城市的市容，可以让经济成长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对
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他们都会有提出不同的 concern，不管是情感上的顾虑啦、人权上的顾虑啦，等等等等。这样，当这一个东西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在心目中最 priority 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是要进步了，还是照顾人权呢？OK，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被讨论进来的这一个话题，但是哪一个才是你的最大的 priority？ 这个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留给大家最后的一个问题了。OK， 所以我是 Vincent Dai， 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如果觉得这一个 video 有意思的话，记得帮我把这支视频分享出去。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啦，拜拜。